能够死在你的手里，我得偿所愿。夫君教了我这么多次，我不会弄错的。昨夜可是夫人先主动的，怎么睡醒了就翻脸不认人？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瞧着脸色不太好？绿珠，你说人的记忆能作假吗？记忆都是亲历之事，如何能够作假？对呀，亲历之事如何作假？我要亲眼看到证据。小智，你说，人在什么情况下，在记忆里面会把一个人认成另外一个人？你还是关心关心自己胳膊吧，都成什么样了，明天都没地方下刀了。哼，你夫人又跑了。暗中派人保护即可。哦，这次竟然不追了？不追了，管他去见谁。也是，南疆刺客尽数伏诛，妖女重伤，还有斩玉阁的保护，皇后也伤不了他。那刺客呢？已经招了，让他去传个信，邀请皇后还有太子去牡丹湖湖心画舫一叙。是。哎，那府里的南疆刺客尸体怎么处理啊？当然是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啊！哦，阿姨，你快看！天眼29年3月，刺史纳承安通敌叛国，纳家上下48口尽数伏诛，尸骨殓葬于京郊墓地。纳景慈9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两位姑娘，你们要找的坟就这个。好，给我挖，工钱管够，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。好嘞。阿燕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这可是在坟地。有些人惯会在生死之间做文章，明明活着的人已经死了，亲眼看着死的人还活着，他说的话我是一个字儿也不信，我只看实实在在的证据。给我挖！两位姑娘，挖到了！哎呀，这一家3口死的是真够惨的呀！全都对上了。东方翠果然是个骗子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就不想知道，昨天的那些刺客是谁派来的？池儿，那日你跟我说你外公是东方醉所杀，我还不信。
可事到如今，我要把真相告诉你。真相？当年那承安娶了本宫的庶妹，可那贱人不安分，嫁了4世还不知足，竟寻机爬上了你父皇的龙床。那贱人还生了一个野种，纳锦慈。那野种越长大越像你父皇，我如何能忍？为了保住你的太子之位，你外公亲自督军，大义灭亲，灭了那家满门。难怪。难怪。那家当年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东方醉，难道就是纳锦慈？没错，他就是那个身中奇毒的野种。他还没有死。你就不想知道昨日的那些刺客又到哪里去了？到哪儿去了？放了。放了。你们派出的人国师不敢怠慢，如今已尽数给2位送回来了。什么意思？阿姨，当年你在有州，你说你最喜欢看烟花。够了！你演够了没有？你强娶我就算了，还偏偏要故作深情装成别人，如此耍我有意思吗？我在你的面前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坏人，捏造谎言、骗人，这种卑劣的手段，我还不信你去做。眼见为实，我只信我看见。阿姨，你是到底是怎么骗你的，竟让你赌气至此？一直骗人的不是你吗？人前光风霁月，人后修罗恶鬼，
你让全天下的人都信你，若想让我信你，除非你死。我骗了全天下的人，可我从未骗过你。阿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当年在破庙和你一同杀人的真是太子，这么多年，你又何须在他面前戴着贵女的面具，谨小慎微的活着？阿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！那，我听闻前线战事紧张，所以来约你一同前往瑶光寺为谢家军祈福。前线传来军报。现在我这个谢家人都尚不知谢家军的动向，该不会是有人给你私自传信了吧？快小点声吧，男女私相授受，私传书信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唯有一死以证清白了。我刚才只说了传书信，又没说是男的。阿月，阿兄出征前跟我说，等他此战得胜归来，便向陛下请旨赐婚。真羡慕你跟阿兄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。阿英，你仍旧倾慕太子殿下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之前总觉得我是喜欢太子殿下的，而且我一直在他面前端庄自持，努力维持成一个贵哥贵女的样子。我一直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太子人很好啊，做太子妃也没有什么坏处。可是最近我总是在想，这种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若当年在破庙和你一同杀人的真是太子，这么多年，你又何须在他面前戴着贵女的面具，谨小慎微的活着？是，何必呢？是国师改变了你的想法，是他让你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喜欢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夫人，该喝药了。怎么今天是你来送药？哦，药材珍贵异常，自然是我来送，不能假手于他人。我是说，平时都是国师亲自来送药，今天怎么没见他人？哦，这……我自己去找他。哎，夫人，属下劝你莫再招惹他。今日是主上王母冥诞，他不在府内。您再招惹他，只会给他徒增伤心。
今日是他王母冥诞，那他应该在老宅。这就是曾经的那幅。鹤鸣。你真在这儿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用这张弓杀了股长，将来我还会用这张弓让他们血战血偿。你怕了？我怕什么？我又不姓李。那你为什么心跳这么快？或许是许久没有张弓射箭，有些紧张罢了。梁伟山。什么？你说你要做女将军，每年秋夕都要在梁伟山张弓打猎。后来，我便将羽料设立在梁伟山，每年秋天我都会去等你，可你再也没有来。
破庙那一刀废了我这双手，我再也没有办法张弓射箭。我记忆错乱，连遇见的是谁我都不知道。小时候那些梦想也都忘得差不多了。如果你真的是那个时候的他，看见现在的我，应该会很失望吧？这是长宁赤峰堂会留下的信，你从来没变。谢文，高墙是困不住苍鹰的。娘娘是想给太子殿下再择良缘。早日纳妃，担下此事，才能坐稳太子之位。没了谢氏，这安都贵女多了事，不能放任迟儿再这样沉溺过去。哦，对了，再过2日就是9月9了。本宫要召集举办群卧宴，到时要好好为他遴选一番。哎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白小姐，这是容真好看，喝茶。还是真好看。好久不见了，来这么早啊？这其实小姐还真好看。在哪里订的？到时候我也去看看。是啊。好，这边。那我先过去。一起。我跟太子的婚事不了了之，皇后突然召集安都的贵女举行群卧宴，想必是想帮太子重新选妃。你一会儿一定不要拔尖冒头，以免生出事端，知道了吗？放心好了，安静顺从于我而言最是容易，拔尖冒头反倒令我为难。星月听寒，已是我此生做过最为出格之事，我有几回不慎之又深。小姐，皇后娘娘单独召见您。我这便随你去。殿下，阿音，那日一别，他可有为难于你？殿下，祝您早日迎娶佳人，得偿所愿。日后我们还是不要单独见面了。殿下，请放开我！臣女与殿下的缘分已尽，还请殿下放下。放下？我们10年情谊，你叫我如何放下？太子殿下，请自重。阿姨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虽你有仇出剑，故便立誓此生非你不娶。10年的青梅竹马，比不上你与他东方醉一夜相处吗？殿下是否记得有州初见，您曾咬伤我的肩膀？当然记得。那殿下是否记得，您咬伤的是我哪边肩膀？臣女正要去见皇后娘娘。
臣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快过来，好孩子，走到本宫身边来。皇后娘娘这是身体抱恙？没有，只是太医寻常问诊。这位姑娘是？这位啊，是陛下亲封的定北县主，当朝国师夫人。啊，见过县主。这太医，可是我身体有什么异样？臣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只是事关县主性命，臣惶恐不已。太医，快请起，这话从何说起呀？赶紧起来，给县主大脉问诊。是。快去。这是回皇后娘娘。此毒并不常见，微臣也是偶然间与民间见的，名为锁香丸。
阿耶，你回来啦！刚才皇后娘娘召你过去做什么呀？啊，阿耶，阿耶啊，哦，阿耶，你还好吗？怎么心神不宁的？我没事儿。怎么大家都在绣花啊？啊，刚才你走后，德公公来宣皇后娘娘的旨意，让大家绣一幅绣品，你也赶紧绣吧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猜皇后娘娘这次就是要给太子殿下选妃，所以要考评各家千金了。那谁不知道江家千金是女宫魁首啊？你可得小心啊，怕不是皇后娘娘看上你了。胡言！我这次特地选了最低调的绣线，绣了一朵最普通的花。放心，绝不与群芳争艳。最不耐烦做这些了，我出去坐坐，你先绣啊。对了，母后，刺杀父皇的刺客那边准备好了吗？父皇对你我一心未消，今日之举只许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刺客！刺客！来人的护驾！护驾！父皇当心！池儿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父皇。夫人这厮做的不错。什么？遇到危险，知道叫夫君的名字，我很开心。好大的胆子！天子脚下，竟然敢肆意妄为！你要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池儿，赶紧送为父回去，快！阿姨，方才我该相信你吗？阿姨。主上，太子来了。我还没找他算账，他来做什么？他说，群倭宴那天，多亏您及时调来护卫，救了陛下，他来感谢你。他自己招的刺客，想做苦肉计，
结果计划失败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还害了我的夫人。他怎么敢厚着脸皮来我府上做戏啊？说不定他身上有解药，去见见吧。听闻国师夫人自群卧宴后身患奇病，连日昏迷不醒，孤特来送药。哦，太子殿下竟有如此善心。普天之下只有皇家有这个能力，以天下名医神药保人性命。国师若肯与令夫人和离，将她归还于孤，孤定倾东宫之力将她救下。这府里没了你吵吵闹闹、打打杀杀，竟这样冷清。我生来受寒毒所累，没想到恰好是这毒反而能治好你的病。现在我倒觉得幸好。再过3日便是10连，别怕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今日是我相互之间毒发之日，此刻我的心要将你体内的毒性化解，从此你再也不必受此牵制。的奈何，怎容
此毒并不常见，名为锁香丸。这药对身体没有影响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可把我担心死了。我睡了多久？自群卧宴回来，已经足足睡了7日了，今日就是16了。16，他毒发的日子。哎，小姐，夜里风大，你才刚醒，要歇歇将养才是。他人呢？国师不让我们说。我自己去找他。你醒了？怎么不多躺一会儿？身上还疼吗？你毒发了？你这么要紧过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你，锁香丸是毒吗？你还是不信我？我只是想你亲口跟我说，锁香丸没毒，只要你说，我就信你。锁香丸无毒，你要是信了我，今天就不会前来治我。我只是……我来历如何？我对你何种情谊？我已经说了1000遍，怎么就换不来你的真心？谢婉仪，你根本没有信。李迟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你竟信他到如此？你我之间的事跟李迟何干？你身上的毒是他下的，怎么跟他没有关系？太子下的毒。你今日若是醒，就喝了这个10人针，回去休息，日后不准再见李迟。你若是不信，你就一定是。我只是想你亲口告诉我，锁香丸到底有没有，你何至于此？你次次句句夹枪带棒，不也是不信任我吗？你今日毒发难熬，我不与你争辩。待你恢复了，我们再谈此事。我付出了一切，怎么算我对他片刻不忍？算是我一命半死了。夫人，请留步。夫人，主上不允许任何人告诉您实情。不过属下实在看不下去你2人互相折磨了，今日便以死相搏，豁出去了。夫人，还请随我一观。夫人，到了。夫人，血，正是主上的血。您以为您的毒是如何解的？
你们二人重逢之时，主上一眼就看出您的毒已入脏腑。只是你们二人相逢的时间不对，您并未信任他，也并未认出他，他便只有强行将您带入府中，不顾您的个人意愿，为您解毒。以血解毒？正是。您现在日日喝的汤药，皆是主上的鲜血炼制而成。他的左臂已经没有下刀的地方了。他如果要给您下毒，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那他为何不坦白真相？为何要刻意隐瞒我？他这样自顾自地付出牺牲，把别人蒙在鼓里，他觉得这样自己很伟大吗？主上自幼身中奇毒，七情残缺，他怕告诉您，便是以恩挟报。他唯恐您被恩情左右了选择，事实不断逼迫您权衡利弊，做出各种违心的选择。主上只希望您能够做自己。他不想你在乎他的感受，甚至他的生死。今日更是为了救你，舍了自己半身精血，这无异于以命换命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你有本事在这胡思乱想，不如好好回忆一下，你的身体何时出现了异样？疼就好，疼才会牢牢记住。淋了雨会生病的。我等着找你算账，没时间打伞。你做好选择了？是。能够死在你的手里，我得偿所愿。夫君教了我这么多次，我不会弄错的。别哭了，我有你上身。我不会再欺负你了。想清楚了吗？你要是再往前一步，我这次绝对不会放开你了。
如此，才算真的成亲了。届世晚阴，今入纳氏宗祠，敬香告天，叩晓先尊。那仅此，今日起，我便是你的妻了。这是大禹婚制，结契夫妇要给彼此环佩簪发，讨一个同心连理、结发白首的彩头。执手约，共许白头。没想到你还会准备这些。你幼年罹难，家中无亲，如今成亲了，也该告知先人，让他们宽心。我还记得那天，你站在雨里，撑着伞，天朗地阔，但是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你小的时候没有经历那场祸事会怎么样？你会在一个父母恩爱、家世显赫的环境中长大，成为全安都最耀眼的世家公子。也许会经过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纳吉下聘，求娶于我。你也许会跟我阿兄成为朋友，一起练剑，谈笑风生。哪有什么如果，永远不会。你知道吗？我母亲是国丈的次女，皇后是我母亲的亲姐。就算再来1000次、10000次，我那家没有生还的机会。你知道为何吗？因为我根本不是那承安的儿子，我是皇帝的孽种。当年皇后无子，用力，用力呀！她下药将我母亲送入用力呀，用力呀！想让我母亲替她诞下皇子，用力呀！以谋
娶太子之位。可谁曾想，他竟同时怀上了身孕。生了，夫人。生了个男孩，还在脸上长了满脸的青丝。怪物，娘亲会保护你的。天野14年，我这个怪物出生。1年后，皇后诞下李直，我这个满身是毒的人，没有了利用的价值。母亲以为，只要隐瞒下我是皇帝的孽缘，皇后便能容下。可是，我的身世毕竟是后患，因为我，皇后和国丈还是屠杀了那迦曼。我一直埋怨上天，让你身中奇毒，无情无义。现在看来，也许是件好事。你要活下去，静儿，阿娘一会儿跟你玩个游戏。一会儿，无论你看到什么，都不要说话，不要动，听见没有？无论命运对你多么不公，不要忘记心里的那些善念。快！我母亲自刎后，那家中仆用自己的孩子偷梁换柱，将我抱下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不是那成安、林兰的孩子？就算他们只是平民百姓，皇室血脉，皇室血脉，何其不堪！我身体里面流的血液，我无时无刻、无时无日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或许我根本就不该降生于世。阿姨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有可能，只要我早夭，那家才有可能生还。那景次，你听我说，你们那家世代簪缨，你母亲用生命守护了你，你比得上任何一位世家公子，你明白吗？中毒不是你的错，血脉你也不能选择，但是你不能用仇恨来惩罚自己。